大家好，现在的市场已经进入了美国的中期选举行情。我在以前的影片中提到过很多遍，8到11月可能会非常的混乱，但是11月份之后，根据历史经验，美股整体的市场会有一个很好的涨幅。今天我们就研究一下，看看这个到底准不准。注意，本影片是我个人的投资笔记，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需要对自己负责，任何决策都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深入分析后再进行。现在的市场混不混乱，大家这几天可能会有所体会。之前的财经新闻都在讲，这个马上要加息了，所以黄金、比特币也就会跌，还有量子计算机可能会攻破比特币的密码。但是现在比特币已经触底反弹，突破8万美元大关了，黄金也在不停的上涨。现在的市场又回到了大约15年下半年的情形。我在上一集挖了一个坑，说如果比特币可以在下半年继续上涨，维持8到9万的这个区间，那接下来6个月以后，美股可能会非常的美丽。现在这个比特币会不会一直向这个方向一直涨？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合并的这个图形 ，K 线就是比特币，蓝线是黄金，黄线就代表了纳斯达克的 QQQ。在25年底的时候，比特币冲上了12万美元的最高点，之后就开始下跌。而比特币大跌之后，资金它就从比特币出来，进入了黄金和科技股，推动黄金和 QQQ 继续大涨。而现在纳斯达克指数下跌，黄金和比特币开始回涨。根据过去市场走势来看，比特币它会比股市早启动1到6个月左右。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在比特币冲上高点之后，纳斯达克就会提前上涨，而比特币下跌，过了几个月之后，纳斯达克也会跟着从高点回落。所以从现在来看，如果比特币继续上涨，稳定在8到9万美元，甚至冲击10万美元，从历史上来推演，可能就是在11月、12月和明年的1月，纳斯达克、标普、美股总体也会跟上上涨。我在这里也不是让大家买 BTC 真的是风险非常大，不要只看别人说这个未来 BTC 会涨到100万美元一枚，但是买之前先问问自己，如果从现在开始这个比特币再大跌一回，跌到6万、3万甚至2万美元，然后横盘3-5年，这个过程你能不能受得了啊？就是这样，风浪越大鱼越贵，永远都是这个道理。我在上几集也说了，现在资金比较少，整个市场的资金都是轮动的，而轮动的规则一般都是从比特币、山寨币开始启动，之后是黄金启动，接着小盘成长，尤其是 AI 的中小盘开始涨，接着是大盘的科技股，谷歌、亚马逊、微软等等的，最后涨了一波以后，风险还是太高，资金又会进入价值股、防疫股。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整个市场的资金轮动是这么走势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如何配置自己的资产呢？投资不是买了就放着不管，行情要看，新闻要追，仓位应该调的时候就得调。但如果你在国外，飞机刚落地，手机完全没有信号，什么都刷不出来，到底该怎么办？不用担心，用 Sally APP 就可以啦。Sally 是一个非常方便的 eSIM APP， 可以让你在全球200多个目的地随时上网，不用换实体 SIM 卡，只要你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一次 Sally， 点击你要去的国家或地区，选择适合自己的流量套餐，接着按照 APP 里的步骤安装 eSIM 就可以了。这样飞机一落地，你就可以立刻上网，股票行情、新闻，给家人报平安，完全没问题。以前在国外用手机上网，很容易遇到高额漫游费，或者在机场、车站遇到卖假 SIM 卡的骗子。用 Sally 这些麻烦都可以帮你完美避开。Sally APP 也可以切换虚拟位置，就像把上网位置设定在家里一样，这样你上网可以看到自己国家的新闻、线上电影还有音乐。Sally 还会自动拦截恶意广告，提供网页保护，让你在海外上网时候多一层安心。现在点击荧幕下方或资讯栏里的优惠链接 Sally.com/Nicholas Live， 结账时输入优惠码 Nicholas Live 就可以享受首次购买15%的折扣。一个 Sally APP 让你在出国旅行、出差都能随时上网。出差旅行前千万要记得下载好 Sally APP。感谢大家，我们接下来要研究如何配置资产，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比特币会领先纳斯达克上涨？这个主要就是因为比特币全年无休24小时交易，而且它没有财报。只要市场开始预期这个美元流动性开始改善了这个市场的资金开始增多了。前2天美财长贝森特就说要提高流动性，回购美国30年国债。一听到这种放水的消息，市场中特别爱冒险的、愿意承担风险、最敏感、最喜欢大波动的这些的玩家，他们就可以先去投比特币，把它给买起来。因为这个是24小时交易，而且散户居多，涨得快。等到这些偏好高风险的散户把这些市场炒起来之后，他们就会把赚到的利润撤出，然后再转入科技股，尤其是比较火的科技中的 AI 板块。他们会接着比特币的上涨之后继续冲高。比特币看的是市场的流动性，市场资金越多，它就涨得比较多。
纳斯达克看的是市场对未来的盈利的预期，而盈利它需要看财报的，而财报它是按季发布的，所以在这个比特币上涨之后呢，中间还要等几个月，等到财报出现，大家一看这个市场变好了，企业盈利还继续增长，可能看1个季度不行，要看2个季度，这个就是6个月了嘛。所以中间就会有一个时间差，风险偏好一提高，大家就去炒比特币，炒完之后等个财报出来，3到6个月2期财报，这样的话大家一看市场又好，他就去炒这个科技股，就是这个套路。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个领先1到6个月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公式，也更不是比特币上涨美股就一定要上涨，到时候还要看很多的指标。炒股就是一个多要素的一个综合的判断，比如什么美元指数、美债收益率、市场宽度、企业盈利等等的。而且下半年美股的趋势还要看一个第2个重大的因素，就是美国中期选举的行情。这个接下来就决定了9到11月，接着就是11月到明年的上半年如何走。福布斯8月17日出了一个文章，叫做为什么投资者应该在中期选举前保持看涨，数据都来自彭博之类的。文章就说1962年以来16个中期选举的周期没有一个例外，全部在8月中旬到选举日，就是11月左右出现下跌，平均跌幅是 8.1%。而且16次里面有10次股市的最低点出现在10月份9月份出现的很差的概率也非常大，所以9到10月份大家都要小心，这个也是机会，都要关注。但是11月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美股在未来的12个月中都会出现大涨，平均的涨幅是 14.2%。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是这下半年美国企业都不行了吗？ AI 一下就出现泡沫要破灭了吗？都不是不是股票不好，而是这个美国的政治开始制造不确定性了。政治是决定经济走势的。投资里面有个概念叫做不确定性到期日，市场最讨厌的不是什么坏消息，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巨大的消息出现。中期选举前的市场就像我们考大学等成绩的那几个月，所有人都非常紧张都有小道消息在传，然后谁都不敢下结论，气氛比较压抑。等到考完了，分数一旦出来了，不管你是考的是好学校还是不好的学校，最后呢心情都会松一口气接受事实了嘛。之后就做计划，然后去新的学校开始新的生活。所以呢11月3日就是美国大选的确定日，就是不确定性统一的到期日。11月3日11月3日美国无论是民主党胜利还是共和党胜利，选举结果是好还是坏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已经落地了。另外再说一下，如果这次选举民主党胜利可能是非常利好股市的。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报告，从历史上看，如果美国政府中期选举之后出现政府的分裂，标普500指数的平均涨幅是 23%， 这个越分裂股市涨得越好。在这次的中期选举里面，如果民主党拿下了参议院，甚至控制了参议院，美国就会进入一个分裂的政府，总统仍然是掌握行政权，但是呢，川普他想推动新的什么税收扩大支出改变各种的监管，发动战争，或者通过其他的影响整个市场的大的法案，都必须通过国会这一关。但是民主党就在里面牵扯了这个总统，他就不排案不表决，而且他还可以利用各种的预算调查权，什么弹劾总统之类的，拖慢甚至阻止川普的一些政策。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政策的真空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美国政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出来。整个市场最怕的不是政府他什么都不做，而是最怕这个政策突然出了一个大转弯，让这个企业无法估计这个政策对未来成本还有利润的影响。只要这种不确定存在，市场就不敢投资。所以如果川普受到国会的制约，未来2年出现各种重大新法案的概率就会下降，税制还有监管框架可能也会维持现状。只要维持现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企业就敢根据现在的现状进行一些投资安排，整体的现金流就更加容易估值。所以这个市场并不是喜欢民主党本身而是这个权力受到重新的制衡。白宫、国会相互牵制，谁都无法改变整个游戏的规则。这样一来，对股市来说，没有新的意外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
从现在来看，这个美国已经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分裂的迹象啊，就是川普对伊朗的战争啊，现在打到这个样子了，战争继续，军费、武器库存、油价，还有美军的这个心理问题、安全问题，都会成为选民非常关心的问题。整个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啊？美国能得到什么？民主党都会抓住这些痛点啊，使劲攻击川普。现在川普要来硬的，伊朗也是不接受。现在光扔炸弹也不行，贝森特就出来了，说要进行一个经济上的 D-Day， 要对伊朗进行一个非常大的经济上的打击。这个到底有什么影响，我们还需要继续评估，但是也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转变，风险也是有的。第二个就是川普推动的美国制造 AI 基础设施在美国落地，现在呢已经遭到了各州的抵制。从国家战略来看，这个是对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啊，增加就业，这个非常好。但是现在这个选民发现，巨型的数据中心占用巨大的土地和水资源，而且每天24小时，噪音非常大，而且它巨大的用电量还推高了当地居民的电价。从现在的民调就显示，民主党支持数据中心的人减少了 75%， 而且共和党支持数据中心也是降低了，这个也是现在科技股承受压力的一个原因之一。最后还有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9月份再提一下，就是联准会突然加息的这个风险，还有美债继续冲高的风险。虽然贝森特出来安抚市场，但是短期来看，能否降低美债的这个继续冲高啊，降低整个市场的油价，还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如果9到11月真的出现了中期选举的回撤，这个新手的朋友啊，就是什么都别做，就做一件事，继续定投宽基 VOO、SPY、QQQ， 越跌成本就越低。进阶型选手就是哑铃的2头下注啊，1头防御。我自己就是偏向黄金 GDX、金融 XLF、医疗健康 XLV 这些的这 ETF。另一个就是关注被错杀的 AI 硬件股。科技股是长期看好，但是呢，短期可能会有一些回调，像台积电、美光、英特尔、AMD、SNDK 等等的这些的硬件股。现在全球关注这个 AI 的人太多了啊，关注的太多，一有点什么新闻或者是消息，就会造成市场大幅波动。要说 AI 泡沫会不会提前出现，现在也有一种说法啊，说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未来2030年全球电力特别短缺，这时候芯片还是在制造，一旦芯片制造的速度高于电力这个供给的速度，这时候 AI 的晶片多了，但是没有电，无法通电，无法产生效益，它们就会出现过剩，造成 AI 硬体企业提前出现泡沫。这个是阶段性的，而且这个只是一种可能的猜想。还有就是人民抗议反对数据中心大规模的建造，这个也会造成晶片过剩，也有可能。但是这些东西啊，有矛就有盾，有盾就有矛嘛。缺电力，现在有这个 Blue Energy 可以让 Data Center 马上连上电力。如果美国不让盖，他们就去别的国家盖，加拿大、墨西哥其他地方盖。甚至可以去宇宙盖，那就是利好 SpaceX 啊，也不是不可能的。而且最近的国会山的股神佩洛西公布了他2大的持仓，就是 Blue Energy、B1 还有英特尔。这个也说不定从侧面来说明啊，这个政策的制定者，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啊，国会山股神佩洛西也是长期看好 AI 的。所以现在 AI 新闻比较多，波动比较多，所以AI 投资要谨慎。核心仓位可以继续持有，但是明显错杀的话可以分批加啊，并不是梭哈就是慢慢的加，然后看这个市场到底走向哪一边。一定要有现金在手，防御黑天鹅。防御股还有一类就是必需消费品，比如可口可乐 ETF 是 XLV， 可口可乐这2天一直创新高。对于整体的必需消费品，我还是相对谨慎的。现在全球尤其是美国已经明显进入了一种 K 型社会，少数人的收入增长得非常快，但是大部分人的人这个收入很难增长，就是 K 的下半身，消费数据很难起来。沃尔玛最近的股票就大跌了，就说明这个消费还是比较疲软。所以消费品它还是短期的防御为主啊，股市越震荡，大家越害怕啊，这种防御性的股票涨得就越好。一旦风险偏好上升，股市转暖，防御性的股票就会立刻下降，资金就会流入 AI 晶片股、科技股里面，这个整体的资金都是流动的。中期选举之后，这个股市会不会继续涨啊？会不会跌啊？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我今天讲的各种数据啊，其实都是看着这个后视镜开汽车的。历史呢，它是不会单独的重复，但是它每次表现都非常相似，但其中也不排除它表现的和现在不一样。投资没有确定的事情，
股市里能赚钱的人都是敢在看不清的时候控制仓位，之后呢勇敢下注。所以总结起来，9到11月份既有机会也有风险。下一次影片会在周5上映，等周3辉达的财报出来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AI 的发展方向，研究一下 Jason 讲的各种的话，然后深入给大家解读一下。现在辉达其实也在转型，它的 CPU 也受到了其他的 TPU 还有自研芯片的冲击，大家对辉达的期望比较高啊。Jason 随便说几个话几个字都会被过度解读，股价上下波动。所以这次财报和电话会议还是比较重要的，周5我就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其实投资还需要花一点时间，找一些新闻没有报道的，大家都不关注的，但是它在默默小幅上涨的股票，它就等这个世界关注它一下，然后大幅上涨。这个我也在研究，想听的朋友请点赞订阅，到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后大家别忘下载 C 类 APP， 全球旅行随时上网。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